阿娟今天實在是太牛批了，竟然徒手就搭建好了一個小房子，她和乖女兒終於有安身的地方了。今天她更是帶着女兒跑到別人家去找工作，看來阿娟真的是變了，她變得更加堅強了。那麼問題來了，阿娟能順利找到屬於自己的工作嗎？自從阿娟第二次被恶婆婆趕出家門後，自尊心受到嚴重侮辱的阿娟再也不打算回到婆婆家了。路上她突然遭遇了大暴雨，好在找到了一個无人的屋棚，两人也是在屋棚里头安穩地度過了一夜。第二天清晨，两人早早的就起床了。此时雨也停了，阿娟也要带着女兒繼續前行了。可阿娟走着走着，卻發現前方有一戶人家在忙，她便覺得這是一個找工作的好機會，於是她便帶着女兒鼓起勇氣向前詢問：大媽你好，請問你們這裡還收工人嗎？我可以留下來幹活。然而婆婆卻說他們人手夠了，不需要那麼多人，她讓阿娟去別處問問吧。阿娟第一次找工作就遭到了碰壁，無奈只能帶着女兒繼續往前走。她走了1個多小時後，突然一想，這麼繼續找下去也不是個辦法。現在天氣很熱，不如先找個陰涼的地方搭一個臨時的小屋，兩個人也能暫時有個落腳的地方。說幹就幹，沒一會兒，阿娟就找到了一個適合搭建小屋的地方。她跑到山裡砍來了一棵粗壯的竹子，把竹子都劈切成細細的長條，長條則可以用來當作小屋的框架，把竹條的底部削成尖尖的形狀，能更好地用来插入地面。看得出來，阿娟也是個心靈手巧的女人。竹條削好之後，把尖尖的那頭對準地面，用柴刀一點一點地把竹條拍入泥土。她還聰明地將一棵小樹當作小屋的立柱，這樣建好的小屋會更加結實，用竹繩立柱和橫梁之間進行固定。隨後便是搭建小屋的屋頂了。我們知道在越南芭蕉葉是個好東西，葉片很寬大，還特別能防水，用來當作屋頂再合適不過了。阿娟跑到山中又帶回來了好幾片大葉子，回到小屋後，她把芭蕉葉一片一片地搭在棚頂。小女兒也不閒着，看着媽媽在忙碌，也想過來幫點忙。棚頂固定好之後，阿娟接下來就要處理地面了。地面的雜草非常的多，如果不處理乾淨，坐在上面會非常不舒服。她拿起這把柴刀開始清理雜草。雜草清理乾淨後，阿娟把剩餘的芭蕉葉一片一片地鋪在地面上。很快，一個簡易的小屋就搭建好了。雖然看起來不大，但在這個炎炎夏日裡，也能讓阿娟母女有個避暑的地方。當阿娟能找到合適工作的時候，到那時阿娟也會考慮再蓋一間大房子。阿娟坐在新搭好的小屋裡，望着眼前這片屬於自己的小天地，心裡忽然湧起一陣酸楚又滿足的感覺。這間竹屋雖然簡陋，卻是她親手搭起來的第一個家，她也終於有了屬於自己的一片小天地了。